譚松韻媽媽被撞身亡，肇事者全家，你只是沒了嗎？我兒子卻要在牢裡過年。2018年年底那會兒，譚松韻正忙着拍戲，事業剛有點起色，誰知道跨年夜就出了這麼大禍。他的媽媽黃某在四川瀘州敘永縣街上走着，被一輛車撞了。那肇事司機叫馬明紅，當晚在 KTV 和夜宵店跟朋友聚會，喝了7杯啤酒，開車上路沒多久就出事，撞了3個人，除了黃某，還有楊某和陳某。楊某傷得最重，陳某相對輕點。馬明紅沒停車救人，直接開車跑了，躲到瀘州朋友家去。警方很快鎖定他，2天後他在家屬陪同下自首了。黃某傷勢太嚴重，頭部重創，醫院搶救了20多天，2019年1月23日還是走了。那時候譚松韻從外地趕回來，天天守着，可終究沒留住人。楊某也落下了殘疾，生活自理都難。陳某恢復了些，但那段日子對他們家打擊不小。3個家庭就這樣因為一個酒駕司機，瞬間變了樣。馬明紅自首後，警方查實他酒駕，還逃逸，負全責。尿檢顯示陽性，疑似涉毒，但他沒承認。楊某和陳某家沒要，黃某家也拒絕，堅持走司法程序。馬興嶺聯繫受害者時態度強硬，說錢給了你們還不收，非要把我兒子整死。馬明紅媽更直接，對受害家屬甩出那句你只是沒了嗎？我兒子卻要在牢裡過年。這種話出口，受害者家屬怎麼嚥得下？人命沒了，還拿過年比，簡直沒把別人當回事。馬家沒表現出多少歉意，反而覺得自家兒子委屈。譚松韻從小跟媽媽感情深，她1990年生在瀘州普通工人家，早年練武，15歲進圈子，2007年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跑了好幾年龍套，2012年在《甄嬛傳》裡演純貴人，才有點名氣。2016年《最好的我們》讓她紅起來，演耿耿那角色，甜甜的模樣圈了不少粉。媽媽一直是她後盾，省吃儉用供她學藝。出事後，譚松韻暫停工作，回家處理，內心煎熬。她後來在節目裡提過，每天都想媽媽，下輩子想換她當女兒。案子拖到2020年8月31日才開庭審理，在敘永縣法院公開，還網上直播。馬明紅在庭上表現差勁，坐着不規矩，否認喝酒，說那是果汁，車速也沒快。證據擺在那兒，他還鬧着要上廁所，不讓就說現場解決。譚松韻一家索賠500多萬，包括醫療費、死亡賠償啥的。楊某要100多萬，陳某30多萬。公訴人指他酒駕逃逸，悔罪態度差，該從嚴。馬明紅辯護說自首從輕，但法院沒權買賬。譚松韻在庭上發言說，1年8個月了，沒收到肇事者一句歉意。他哽咽着走完程序，趕飛機回劇組。9月19日，一審判了馬明紅交通肇事罪6年徒刑，賠償譚家92萬，楊某24萬，陳某18萬。判決書說，他雖自首，但逃逸沒搶救傷者，供述不全，從重罰。譚松韻沒上訴，馬明紅也沒。馬興嶺賣了兒子重慶的房，籌錢賠，其中一家收了，其他沒。馬興嶺對外說，兒子犯法該罰，他沒干涉庭審。網上輿論炸了鍋，大家心疼譚松韻，罵馬家沒良心。有人挖馬家背景，質疑司法，但馬興嶺否認用關係。譚松韻拿到的賠償，他全捐了出去，給需要的人。他沒炒作這事，經紀人澄清過，他只是求公道。事後他復工拍《以家人之名》，裡面演李尖尖，有家人寵，現實裡卻沒了嗎？2021年他上綜藝，演技穩，粉絲支持。他還寫了歌《我在懷念媽媽》。
生活的往前走。他用工作療傷，成為90後演員裡的代表。馬明宏服刑期間表現好，2025年提前出獄。有人看到他辦生日宴，跟沒事人一樣。6年沒滿就出來，讓受害者家屬怎麼想？譚松韻那邊還在慢慢適應。楊某康復慢，靠輪椅；陳某恢復正常，繼續上班。2. 從《甄嬛傳》純貴人逆襲8部電視劇帶你認識不一樣的譚松韻。近期熱播電視劇《歸路》是由井柏然、譚松韻主演的都市愛情劇，劇中兩人互動非常親密，像是井柏然按捺不住心意，直接從門口開親到床上，按頭舌吻譚松韻。還有讓人心跳加速的雪地4階段放閃，也是撒糖無極限。更有網友評論譚松韻是百搭 CP 體質，和誰演都好甜。下面整理8部譚松韻代表作，還沒追過的趕緊列入片單。只能說譚松韻真的太會演了。歸路改編自墨寶非寶同名小說的《歸路》，講述投資總監歸曉、譚松韻是與排爆特警陸延辰、井柏然是兩人曾是初戀，因為一場家庭變故讓遠距離戀愛的他們只能走上分手一途。8年後再度重逢，一句化成灰我都認得你，也讓兩人明白彼此的念念不忘。譚松韻不止和井柏然 CP 感爆棚，在劇中飾演精英的她更是煞氣爆表，摸頭殺，捨身保護，還用低沉的聲音問歸曉還愛我嗎，讓粉絲尖叫不已。向風而航職場劇《向風而航》由譚松韻、王凱主演，劇情講述嚴謹自律的航空客運飛行部副部長顧南亭王凱是和直爽的飛行員程瀟譚松韻是意外成為上下屬，一起經歷工作中各種突發狀況和考驗，最終從歡喜冤家的師徒關係成為彼此人生最重要的另一半。譚松韻在這部戲中一樣是性格飒爽的角色，為了倒追悶騷又嘴硬的男主角，只能發動直球攻擊，強大火花讓劇迷們看得動胃條。錦心似玉改編自小說《庶女攻略》的古裝宅鬥劇《錦心似玉》由譚松韻、鐘漢良主演，講述庶女羅11娘譚松韻是意外嫁入侯府，成為大將軍徐令儀、鐘漢良氏的繼室。這部戲雖然男女主角年紀相差16歲，但是談起戀愛來也是零違和，講起情話一樣甜度超標。錦衣之下懸疑偵探劇《錦衣之下》由譚松韻、任嘉倫主演，故事講述六扇門女捕快員金夏、譚松韻是和錦衣衛陸毅、任嘉倫是攜手調查失蹤案，行事冷酷、心狠手辣的陸毅遇上古靈精怪的袁金夏，這對歡喜冤家在生死與共後，從勢不兩立到漸生情愫。這部戲不止六元一金夏夫婦 CP 火花炸裂，譚松韻活靈活現的演技也圈粉無數，獲得大眾好評。以家人之名由譚松韻、宋威龍、張新成領銜主演，這部戲可說是譚松韻的翻紅代表作之一。劇情講述3個沒有血緣關係，在原生家庭遭遇過不同傷痛的孩子，在機緣巧合下成為兄妹，雖經歷磨合，但也相互治癒彼此。譚松韻在劇中與宋威龍的感情線也是粉紅泡泡滿天飛。請叫我總監職場愛情喜劇《請叫我總監》由林更新、譚松韻領銜主演，劇情講述從小到大夢想成為投資人的檸檬譚松韻是陰錯陽差變成總裁秘書，但是能力極強的他面對脾氣火爆的上司陸繼明、林更新是總是能迎刃而解，最終從分析師晉升投資總監，實現夢想。最好的我們由譚松韻、劉昊然主演，劇情講述普通學生耿耿譚松韻是意外考上名校振華高中，偶然結識了開朗隨和的學霸余淮。劉昊然是成為同桌後的他們一起在學業、家庭、愛情掙扎，中間雖然一度失去聯繫，但命運之輪最終仍讓他們再相遇。
這部戲不止耿耿於懷被大讚是最佳校園 CP， 譚松韻還因此獲得愛奇藝尖叫之夜年度最具潛力演員。後宮甄嬛傳，說到譚松韻的代表作，就絕對少不了古裝宮廷劇《後宮甄嬛傳》。在劇中，她飾演方純義純貴人，雖然出場的戲份不多，但因為性子天真可愛且與主角甄嬛交情甚好，所以在《後宮甄嬛傳》播出當時就已經博得觀眾的注意。